把农庄内的观赏鱼池打造成锦鲤们产卵的鱼巢，用海芋金胆涂抹鱼肚子，能否增加受精的鱼子？给鱼池盖上树枝，静等鱼池内的鱼卵抱窝。续上集，一家三口推着独轮车出门收取所需的材料。小俩口沿着小溪的下游前进，眼睛扫视着小溪边的植物，要找一些根系茂盛的植物挖回去，作为锦鲤甩子的附着物。春天的到来，现在正处于动物们繁殖的季节。小俩口要抓住机会，给鱼群打造一个鱼巢。如果自己能培育出鱼苗来，那数量可是相当可观的。一路说说笑笑的一家三口，很快就找到了此次要收割的植物。富贵用钩刀把斜坡上茂盛的藤蔓砍掉，此次寻找的是蕨草的根须。蕨类植物的根是不定根，这些根是从茎或叶上长出来的，具有吸收和固定的功能，但不会像种子植物那样有固定的生长部位。因此，只要条件适宜，蕨草的根须会持续生长。然而，这种发达的根系正好当做鱼儿产卵的附着物，但是由于根系太过发达，所以拔起来可要费不少的力气。夫妻俩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第一颗蕨草的根系拔出来。此时可以看到蕨草埋在地底的根须有多发达了吧？接着小俩口分开行动，拔一些植株相对小一点的蕨草。小孩哥在石滩上等着忙碌的父母，从天而降的草根差点种个满怀，分寸拿捏得刚刚好。穿上鞋子的小家伙立马撤出现场，没用多少时间，夫妻俩就收获了满满一车的蕨草根。富贵推着独轮车，一家三口返回农庄。等回到农庄门口的小溪，富贵把满满一车的蕨草根倒在石滩上，夫妻俩把根系上的泥土清洗干净。这些蕨草的根系要作为鱼巢的原材料，放到自家的观赏鱼池中，必须把泥沙都清洗干净，不然这鱼池就白洗了。这种有玩水的机会，小家伙必然会加入其中，好好的玩上一把。此时大鱼塘中鱼儿都清晰可见，数量还是有不少的。一家三口推着洗好的蕨草根返回农庄，给鱼儿筑巢。富贵把洗好的根系投放进观赏鱼池中，把蕨草根分布在鱼池的各个角落，让鱼儿有个安全的环境甩子。等安装好鱼巢后，富贵来到农庄外砍伐一颗海芋的金胆回去，而这金胆的作用，相信大家在视频的一开始就见识到了。接下来，小俩口进入鱼塘中抓捕公鱼和母鱼。此次主要抓捕的还是这些体型大、带有颜色的锦鲤。如果不把它们单独的关起来进行甩子的话，在大鱼塘中甩下子就会被其他的鱼群给吃了。站在岸边，小家伙可又着急上了，大喊大叫的要下水。小俩口提着2桶抓获的锦鲤来到观赏鱼池旁，富贵用海芋的金胆涂抹锦鲤的肚子。此项操作具体的作用，小编也不知道，应该是催生或是受精的作用。查找了不少时间的资料，也不知道个所以然。有没有懂行的老铁来给大家解解惑，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？给第一批鱼涂抹好肚子后，小家伙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鱼塘中抓鱼。池中的锦鲤都已经被抓到小鱼池中去了，现在富贵要抓几条大肚子的鲤鱼去产卵。进入鱼塘的小家伙可开心坏了，等上岸又得换一条裤子。抓上来的大肚子鲤鱼也用海芋金胆涂抹肚子。此次观赏鱼池中的鱼密度还是挺大的，满池子的蕨草根让鱼儿艰难地在从中游动。当然，这也是它们产卵的完美环境。把砍伐回来多余的海芋金胆切成小段，投入观赏鱼池中。随后，富贵到后山上砍伐一些带叶片的树枝，在鱼池上盖上一层树枝，让待产的鱼群有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。